它反弹要过，就是那就会回升再如果没有，就会回到这个西坡嘛。那你说你这边等于绘画，你到底有讲跟没有讲一样？很简单，大家看一个东西叫。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主持人刘宣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资深的分析师杜金龙老师，那要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台股 V 弹，接下来是起涨点还是起跌点呢？我们欢迎杜金龙老师。先生，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财讯的专栏作家。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背景哦。其实老师在我们的财讯专栏的里面都有告诉我们，你从2022年10月你就当成是台股第8大循环的开始，所以到今年6、7月的时候，你就提醒大家，可能7、8月就到了21个月的转折点，可能那个时候呢，应该还是多头，就是它整个上涨的趋势可能会稍微回调。结果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到了，可是7月还没有这样，还是一直往上冲。后来真的到8月6号就整个下来。问题是最近又像 V 型的反弹，那大家会想说，那到底这个 V 型是就一路上去呢，还是会下来？那我不晓得您现在怎么想呢？您知道吗？财讯双周刊今年已经50岁了，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加入后呢，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的影片，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跟会员电子信。最重要的是呢，您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这个盘是很简单的哈，大家看这个5分钟走势图，就说我们17天跌了将近5000点，2个礼拜大概反弹了0.618，就这个地方对。那我们先看原则，我们是认为从12629。我们认为这个是这一波的起涨点。那涨了21个月，我们上次有讲里奥纳多斐波兰西它还真的大概回了19.5% 了，就整个从高点下来差一点点就20%熊市嘛。对，那我们大概涨了11787点的话，回0.38位置，就是我们这一次8月6号的低点那时候回到19662 0.382位置。我们一般来讲，这技术分析回档0.38叫强势回档。就是说，我虽然涨多，可是我回档还是很强因为以前我们有时候回到0.5、0.618那个就比较弱势那我们这一次回来以后，马上做快速的反弹，因为还没有过0.618，我们叫做反弹的那我们跌了那个4754点，反弹0.618位置，大家记得一个东西，22600。22600，那刚好面临这个季线摸一下，摸2天。对，最近都没有办法过去。那今天我们录影的时间是跌了191点是。那一般来讲，季线大概有2次的支撑后来跌破完以后不是暴跌嘛所以我们目前上面有季线的压力，或是反弹0.618的压力嘛下面有连线的支撑那在今天我们录影的时间刚好非常的尴尬，因为它走在十字路口如果你有过0.618，就有可能变成回升那如果说你刚好反弹到0.618，又下来，我们把这个19662当做这个 A 波，那这一次反弹的高点是 B 波嘛B 波现在我们还不确定是不是到这边那如果过就变成 V 转那再来就 C 波理论上呢，我们画图，我们都是认为这边是 A、B、C， 那现在是 B， 现在 B 对快要结束或是没有看几天嘛，看3天再来就 C 嘛那以前大概都 C 会跟 Apple 等长，Apple 跌了5000点，C 的话，你现在如果说反弹到22545嘛，扣掉5000点，大概是在17多就是回档0.618的位置如果 C 波比 Apple 来的强，这个技术分析叫平台强势整理那现在外面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 C 波应该会破 A 波了那这个我们暂时不这样弄。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讲，看很简单，它反弹要过0.618就是22600那就会回升再如果没有，就会回到这个西坡嘛。那你说你这边等于绘画，你到底有讲跟没有讲一样？很简单，大家看一个东西叫成交量。是，我们这一波反弹的量都怎样？都只到3000多亿。对，我们1到8月份，我们平均成交量是4000
多嘛，有没有？我们那2天那个8月5号、6号的时候都是6300左右，有没有？那你现在微转完以后，你变成3000多亿，好，有没有？就代表不够。有2000亿的人砍到那一天最低点，完以后他没有另外一只脚，他暂时不进来。哦，那这样在技术分析叫做价涨量缩。所以理论上你应该要来打第2只脚，完以后把成本变高，有没有？大家才会回来。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说，这一波应该有西波，那西波不会跟 A 波一样一下就跌了5000点，它会以盘带跌。就这边来回震荡，来回震荡，让这个时间换取空间嘛，所以我对盘势的看法是认为，现在应该是 V 波有可能快要结束，会来做西波，可是这一次西波应该不会像上一次一样，应该不会跌破上一次的19662，破不破都没关系，因为它完以后，就是开始我们另外一个主升段开始嘛，所以以前大家画波浪理论一定 A、B、C 会比 A 波来的低。对对，那你只要186、19到19291之间都可以接受，都不算打破这个多头架构，因为我们现在是只回0.382啊，就代表你是在多头市场强势回档，还要做另外一个主升段这是我对盘势的个人的看法。但是如果它一下就冲破了22600，然后冲破季线，然后一直往上呢，那就微转，那就真的是 V 转。微转完以后要重算，这是我们技术分析大概都会这样去做调整。对，就是说，如果随时调整的话，大家也可以看我们财讯的专栏，因为老师每一个月都会帮我们写一次，会随时调整。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管是经济或技术分析都一样，它是要不断的修正。只是说这段时间很有可能是以盘带跌，就用时间换空间。可是大概会多久啊？一般来讲，我们这一次涨了21个月嘛，我们现在从7月11号开始才1个多月而已啊，有没有？那以前我们本来2Q 就是台股比较低迷，我们以前大概都是3Q 完以后到中秋附近啦，台股会相对就是在低档盘整，好完以后我们4Q 跟明年的1Q 大概都比较有上涨空间，所以如果回答这个的话，大概在中秋节以前如果这个西波在这边做以盘带跌上下盘整，因为大家才受伤过完以后吓得一大跳嘛，休养生息，对，所以这也很正常，时间上也很正常嘛。对，好。那老师，这个是我们从技术分析来看，不过再怎么样还是要回到这个基本面。那您最常讲嘛，价量实或者是经济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公布这个，不但是 GDP， 还有就是我们的8月15号所有的半年报都出来了。那您怎么看这个未来？那明年的展望大家看一下他今年把它降到3.91啊，明年3.2嘛，有没有？我有小幅下来。好，那今年是开高走低，明年一定是开低走高这是 GDP 往下修正一点点，那也维持3%，还算不错哈。另外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出口，我们去年出口负9%，今年8%，有没有？明年它只剩下多少？6%。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今年的出口因为不如预期，是那3Q 会下来4Q 下半年会下来。对另外来讲，它比较好的话就是民间投资从3%到5%嘛。民间投资大家记得，我们最近台积电不是在台湾投资嘛？有扩展，所以我们从主计总数这个资料来看的话，我们下半年可能会稍微不如上半年那明年可能不如今年可是还是维持3%的成长所以从 GDP 来讲，台股是维持成长，可是成长的幅度不是那么强劲的，因为我们基期也高啦。对，基期也高。那另外来讲，我们看到我们从这个 GDP 有没有？上一次2年前是8523涨到1869，涨了11000嘛，就回档休息了5000多点。这一次从12629涨到24416，有没有？也是11000，一下回档了5000多点嘛。所以这个大概都是回档，以后会可能会要走主升段。你看这个 GDP 有没有？今年是开高走低啊，明年是开低走高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明年的 GDP 理论上成长，可是成长幅度不会像今年这么强劲。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上市公司的获利我们刚才有讲就是说上市公司的获利我们不是已经公布了嘛？ 8月15号对，宣总你看一下你看到它大概9000多亿嘛。
有没有9700嘛？是有没有跟我们1Q8000都有成长？那我现在最新的资料估29%到30%，那瑞银估明年19%，上市公司获利后年16%，非常乐观哈。今年上市公司获利成长29%的话，你上半年已经40%左右，那可见的下半年。成长幅度就不会3成以上啊。那你再看这个资料，我们3Q 基期不是高吗？8000多亿嘛，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年的3Q 应该，如果你9000多亿的话，这个 YOY 也不会那么高哈。那4Q 本来都是当年的最低，因为会把那些呆账打消掉。是可见的，如果从这个表来讲，我们2Q 是上市公司获利是最高峰，往后3Q 会下来，4Q 会再弹一下。那也可见的说，我们大盘为什么在24416那边做一个高点现在会来在3Q 或是圣诞节之前，大盘应该是盘整，所以我们会成长，可是成长幅度那么高，跟我们 GDP 一样这是我们从上市公司的获利来佐证我们的明年上市公司获利会成长，可是成长的幅度不像今年那么强劲。老师，那最后再请教一个，就是说。讲了一整年这个美国降息的问题，现在9月很有可能要降息，对不对？那这个议题到底您怎么看呢？股票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你确定完以后，那就要见真章。你看到这一次，我们知道，那个报一直讲，那个3环保就一直不拿出来那现在好像在9月份不是，1码好像几率比较高的我有人说2码那你出来以后，有的人是说你今年降1码，明年4码有的比较悲观的人认为说利多出尽了因为你股票美国也拉那么高嘛你再来就是你会降9码，就代表 GDP 会比较不好嘛那有的人认为说你有降总是会让这个经济把它舒缓掉，所以美国现在很吊诡以前总体经济公布不好的话会降息，股市就大涨。现在经济数据好的话，就认为不会经济衰退，股票也大涨。那目前来讲，我们认为，这个3环保健如果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嘛，美国10年期公债现在维持在3.7左右，美元只是跌到102左右嘛，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东西黄金创历史新高。有没有？那我们的台币最近也是开始升值嘛？4月19号台币贬值到32点多，大盘跌到12291嘛，那这一次台币贬值到32.9，有没有？我们大盘不是跌到，刚好因为日元升值的关系，日本股票市场跌了26%嘛，那台湾也是我们的台币贬值到32.9，那最近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已经到32、31了嘛，造成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大盘好像要微转。这一次比较吊诡的话，就是说上一次4月19号我们台币止贬回升完后，外资大买台股，而且真的买超台股，而且它的那个 OI 量是在多单附近。这一次不是这次台币止贬回升完后，外资有买股票，买一些，不久就卖掉，就进进出出，就短线交易，而且它的 OI 都维持在35000多口，尤其像我们今天礼拜3录影的时间不是要结算嘛，有没有？就把大盘打下来嘛，大概，所以来讲，它好像比较看坏下半年台股。这是我们就是态度稍微保守。对，如果美国要降息的话，亚币应该会升息，所以有的人就怕说日本升值完又引起日元的升值，日本股票市场那可是这一次应该比较不像上一次那么严重因为上次大家突然间30几年没有这样好像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如果这一次日元再升值的话，大家的冲击程度就不会那么高。是，好，老师，那我最后再帮大家做一个结论，顺便要请教您，就是说那个时候大概7、8月，您不是说您认为可能21个月了？所以我记得您跟我聊天的时候，你说你自己的操作，你就是很守你的纪律，你自己觉得说应该要到一个初升段的休息的时候，所以你就会稍微把一些核心持股，应该说降一点部位。降到可能5成以下或3成甚至3成嘛，你就看情况，然后再保留一些现金，再准备晋级。
这一次这样子瞬间涨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又要下来，可能到中秋节或者甚至圣诞节前，你会怎么操作呢？3、4在24个月，我剩下3成嘛，哈，就是那时候涨到24000的时候，有一次。是我太太叫我说啊，你全部把它卖掉啊，因为她要分红，所以在我的她要分红，她在我的那个款间划拨画2条线啊，所以我那一次全部把它卖掉啊，看这一波赚多少。后来我赶快补回来，因为它又涨到24000嘛，哈，是后来我就降到3成哈，每次都有买台积电嘛，买2天完以后跌2天买，它就微转，那一次我买3天完以后它又下跌，我就知道盘要变了。后来我就从3成。台积电每跌，因为以前每跌30块就买，现在每跌50块嘛。因为我们的投信是在1000块大卖台积电，所以台积电最近只要上不了1000块，大盘应该不会做微转。因为我们的寿险公司为什么7月份营收那么好？因为它大卖台积电，这是所以台积电这次反弹到977嘛，哈。那我大概就回来买。那一天8月6号不是我开盘就买台积电852块啊，853。买完以后，我想说，我钱因为我逢低买就拉到大概9成多，台积电那一天跌停板813，对，我想说这个现金用完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你去调一些钱，我明天台积电开盘我再来买。想不到台积电那一天有没有晚又813就微转，我们那一天是买到852块，所以我在那一天跌到1800多点的时候，我持股为拉到99%。那这一波上来以后，不是现在反弹到0.618嘛？我就因为我们认为崩盘完以后，第一件事情就会把15投掉把持股降下来，所以我现在在录影的时间我降到45%左右。所以您刚刚讲的都是过去式，你开始降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反弹你不知道它要微转或是下来，所以维持一个中性的持股这次微转完以后，把那个上次损失的大概都回冲回来的。好，所以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老师认为大概在中秋节或者是甚至也许延到圣诞节都有可能，就是这可能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对，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打破这个整个多头的结构，只是说这段时间可能会让大家会修正一下。那修正的期间呢？持股可能降到4-5成，可能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水准。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也支持我们的节目呢，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老师，谢谢。